Hello， 我是鱼竿。今天啊，我们要快速的做一期测评。前段时间不是发了一个干饭酱的推荐吗？然后就有很多宝宝跟我说，除了拌饭，有没有一些什么可以抹面包的酱的一些推荐？就开始上网搜罗，然后搜罗出来了这几款网上就是大家都夸爆的非常好吃的，然后口味各异的一个可以抹面包的酱。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试一下，看看这些酱是不是都是像网上说的那么好吃。我给自己准备了好多的吐司面包，先来试一下我熟悉的这个啊，段丽芥末青瓜蓉汉堡酱。它的配料表里面啊，主要就是酸黄瓜、芥末，还有一些洋葱、红椒，然后各种调味的一个酱。我知道很多人呢会拿它来做这个 DIY 的汉堡酱，当然了，我们直接抹吐司也是可以的。你闻就是汉堡那个味儿，它闻起来就是带有一点点酸黄瓜的气息，然后夹杂着好像是蛋黄酱，然后又夹杂着一些那种沙拉酱的那个味道，就是很混合的一个酱，而且里面肉眼可见有很多那个酸黄瓜的颗粒，还有一些芥末籽儿啥的。怎么了？让我想起百香果了呢？哦，是有点像，但是味道完全不一样。它这个酸是那种腌制过的那种酱菜的酸味儿。哦，抹这么多会不会咸？不知道，尝一尝。它闻起来这个味道我是很喜欢的。汉堡包好吃，你尝尝。不是叫汉堡包，那叫啥？是麦当劳的巨无霸。就是那个味儿。但我感觉需要加点东西，比如我们煎一片的培根啊、香肠啊，配肉应该会更香。对，要不现在这个感觉太素了。我买的这一罐呢是350克的，20块钱，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你每次可能就挖那么一小勺，但是就能抹一大片面包或者是吐司，就能吃的时间还是挺久的。下一款呢，尝一下这个，它是一个韩国进口的酱，叫伊古尼扁桃仁牛奶绿茶酱，直接抹在吐司上就可以吃啊。它里面这个酱的上面有一层像是油一样的东西，然后底下是比较浓稠的酱。哦，我看到它里面的果仁小颗粒了。这个酱涂抹在面包上的感觉，它是那种很丝滑的那个状态，然后就很容易被涂抹开，不是那种被冻过有点硬硬的那种膏体状，它还是比较流动的，而且里面的果仁还是挺多的。抹开之后尝一下，它吃起来特别像是混合了一些白巧克力进去，它吃起来的口感和到你嘴里面那种丝滑融化的那种感觉，特别像是抹茶巧克力。它是比较偏甜的那种，它那个茶味没有像它闻起来的那么浓厚。这一罐是250克，花了35块5。我个人对它的喜爱就没有那么的强烈，但是呢也不算踩雷，可能有的宝宝比较喜欢吃甜的，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一款。接下来呢，想尝一下这个福饭椰香奶酥。哦，这个闻起来特别像黄油的味道，它闻起来有一点像那种冷了的菠萝包，就是那种夹心儿的味道，就是面包店里面一般会飘出来的那种味道，黄油的味道，夹心儿的味道，面包店里面一般会飘出来的那种味道。哦，它的质地也很像那种，就是有一点软化的黄油的感觉，但是也是比较好抹开的。它应该是甜口的是吧？他们说这个抹开了之后，放到烤箱里或者是微波炉里叮2分钟是更好吃的。我们去叮一下。它这个热完了以后，上面的香味就飘得特别的远，就是我还没有打开那个微波炉的门，就隔着半米吧，就能闻到它飘出来的香味了，就不像它冷着的时候，那个香味得凑到鼻子跟前去闻，而且感觉它这个酱一遇热，它就变得好像更蓬松了一点。尝一下。这个味道非常像是一些港式茶餐厅里面的那种菠萝油的味道，这个味道好好啊，我好喜欢它。它整体的口味是那种奶甜的，带有一点点黄油的气息。它吃起来不是那种很丝滑的酱料的质感，是有一点点那种轻微的颗粒感和蓬松感的加在你的吐司上，这个真的太好吃了。郑老师不是特喜欢吃菠萝包吗？你尝一口跟菠萝包像不像？我觉得很像。哇，它底下烤的还是那种干脆脆的啊。大家放烤箱或者微波炉里面叮一下，哇，真的爆好吃。这款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最佳，它已经超越了那个汉堡酱了。200克我花了23块钱，但是确实能吃很久。然后如果你买那种大份装的话，他们还有450克的、800克的，就会更便宜。因为我没吃过嘛，我就先买了一个小份的试试。但是我觉得这个吃完我一定会入他们的大份装。接下来尝一下这款酱，它是丘比蒜香风味面包酱。这个说明上也写的大概的意思就是挤到面包上可以稍微烤一烤，因为全是日文，就我也看不太懂。但图片上画的是可以配吐司、配法棍之类的，我觉得可以放烤箱烤一下，空气炸锅烘一下。
哦，它的形状真的令我没有想到呢。它里面好像是有一些类似于香葱或者是那种百里香的那种酱料的叶子。我们刚才放空气炸锅烘了2分钟，它现在烘完了之后，它表面那种油油的质感已经没有了，已经浸到了那个吐司的夹层里，已经进去了。然后闻起来是非常浓郁的那种蒜香的味道。我刚才看了一下配料表，它里面除了有蒜，上面加的这应该是小的那种干的香芹碎，但是闻起来就是蒜香的味道超级浓郁，就有一点像面包店里面烤的蒜香法棍的那个味道。我们稍微晾凉一点，等它变得干脆一点，然后我们再来尝一尝。不过这一小管酱啊挺贵的，它是100克一小管，但是却花了我30块钱，我觉得算是今天卖的比较贵的一款酱了。我要来尝一口。很好吃。它这个就是蒜香面包干的味儿，蒜味儿很足，但可能我们用空气炸锅烤的不像烤箱烤的那么干脆，味道是可以的。就是我觉得它价格贵了一点，如果它再便宜个10块钱的话，我觉得还是会考虑回购的。你尝尝这款。而它是那种不太油腻甜腻的那种酱，它吃起来更多的是一种能够在你的口腔里面一直回绕的那种蒜香的味道。最后呢，我们还有一款花生榛子酱哦，我还没开呢，已经看着它是那种比较流动的状态了，就不是那种很黏的那种花生酱。哇，花生的味道已经飘出来了，表面有一层自己吸的油，还有花生的颗粒在这个酱里面。哦，这个味道还是挺香的。如果喜欢吃花生酱的宝宝，应该会很喜欢这个味道。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姥姥给我做过一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好吃，就是把那个大馒头掰开，然后里面抹点花生酱或者是芝麻酱，再撒一点白糖，哇，好好吃。但是现在想想热量应该好高，所以这种花生酱，我其实本能的会觉得它如果加一点糖会更好吃一点，但是加糖它的热量就会更加的爆炸。尝一下啊。很黏，张不开嘴的那种花生酱，花生的醇香味非常的浓，然后里面的果粒儿，因为花生味太浓了，我就有点尝不出来它里面那个果粒儿，不是果粒儿，果仁粒儿到底是榛子仁还是花生仁，反正就是脆香的。我觉得它这个花生酱的密实程度以及它整体的口感都是非常可以的。因为我的吐司啊是奶甜的比较好吃，所以我觉得给这个酱加分了不少。如果它是一片全麦吐司的话，我觉得它如果不加点糖的话，应该没有这么好吃。减肥期间的话，可能就不要加糖，减肥期间也不会吃花生酱。对吧？这一罐花生酱是340克，25块钱，我觉得性价比也还可以，就是热量啊可能稍微有点高，但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款花生酱的。最后呢，我给大家做一下总结，先挑出我最喜欢、最惊喜的全场最佳惊喜酱——福范的椰香奶酥。我非常的惊喜，就是它能有这么好的味道，而且它就还便宜，性价比很高，所以我一定会回购这一款。花生酱和芥末青瓜酱呢，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就是它们的味道做的很正很纯。价格呢也比较划算，喜欢吃花生酱的宝宝，我觉得也可以试试这一款，因为它是不添加糖和盐的，相对其他的花生酱可能会更健康一点。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去一些西餐厅、快餐店里面吃的汉堡酱，妥妥的就是那个味儿。这2款酱吧，其实这一款的味道是还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它的性价比有点低，就稍微有点小贵了。然后这款酱呢，就是很一般，很甜，然后抹茶味儿不是很浓郁，以后反而我是不会考虑再回购这一款了。今天的这些抹面包酱，不知道你们都种草了几个呢？除了今天的酱，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喜欢吃的好吃的酱，可以在评论区疯狂向我种草。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啦，拜拜。